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研究人员对23份男性睾丸样本和47份公狗睾丸样本进行脂肪和蛋白质的去除后，均在里面发现了塑料成分。其中人类样本每克组织含有 329.44 微克微塑料，而狗类样本每克组织则含有 122.63 微克。也就是说，人类睾丸中的微塑料浓度将近是狗的3倍。睾丸里有微塑料成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面对无处不在的塑料，我们该躲吗？能躲吗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没有塑料的生活。你每天清晨被闹钟叫起，去楼下早餐店买一份用塑料袋包着的包子，端着塑料杯盛着的豆浆，再插上一根塑料吸管，吃完喝完去挤地铁，紧紧握住塑料把手，全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塑料是怎么出现的呢？塑料的发明是因为做桌球的象牙不够用了，那是19世纪中叶的事儿。当时桌球运动无比风靡，以至于用来制造球体的野生象牙供不应求，上哪儿去找跟象牙一样光滑又耐磨损，并且还具有一定重量和弹性的材质呢？英国人亚历山大·帕克斯经过多次实验发明了赛璐略，这种由消化棉和樟脑混合制成的材质，不仅光滑耐磨，而且具有弹性，用来做桌球再好不过，并且最妙的是它可以自由塑形，因此塑料一词也就此诞生。赛璐略之后，塑料家族的成员不断扩大，现代塑料工业的祖父酚醛塑料，更轻盈而充满气体的泡沫塑料聚苯乙烯，更高强度和弹性的尼龙，耐腐蚀性优秀的聚氯乙烯，吸水性极佳的聚乙烯和聚丙烯，这些化工材质都被统称为塑料。近年来，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，为了减少塑料垃圾对环境的影响，人们开始研发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材质，这算是塑料家族的新丁。塑料是如何跑到我们的身体里的？这还是怪塑料实在是太好用了。当我们使用塑料的基数越来越大，也就得直面塑料的老化和污染。塑料看起来耐磨而坚固，然而在使用中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。一些塑料微粒分崩离析，随着空气漂流，就对水源和土壤造成了污染。此外，没有经过规范回收处理的塑料材质废弃物被随意抛弃在大自然里，也就形成了污染。由于塑料微粒极其细小，因此可以轻易地进入到植物、鱼类以及饮用水中，而我们每天吃吃喝喝也就摄入了一定的塑料微粒。当然，用于包装的塑料更容易有一定的微量成分渗入到内容物中，于是我们用塑料杯喝豆浆、奶茶或者是咖啡时，也就多少会摄入一点微塑料。另一个来源就是不少日化产品，比如洗发水、洗面奶、牙膏、护肤品等，它本身就含有塑料或者石油化工的衍生成分，比如说乳化剂、增稠剂、防腐剂、稳定剂，或者是人工合成的香料和色素，这些成分都会随着使用而被人体微量吸收进入到体内。被人体吸收的塑料大部分不能被代谢排出，而是进入血液循环，或者是被吞噬细胞吞噬，在肝脏、脾脏、肾脏中积累。当然，睾丸也是微塑料聚集的重灾区。这些物质无论是对于性激素的干扰，还是对精子的生长成熟都有一定影响。除了生育功能之外，还可能会引发睾丸组织本身的炎性反应，增加罹患生殖系统疾病的风险。新墨西哥大学药学教授马修·坎彭表示，这些沉积在睾丸中的微塑料通常为纳米级，一般长度不到半微米，宽度可能在20至200纳米之间。如此微小的颗粒可以侵入主要器官的单个细胞和组织，扰乱细胞进程，还可能令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积聚下来，而这些化学物质会干扰生殖系统。人类睾丸里的微塑料成分高于狗的3倍，这与人类和塑料每天的亲密接触分不开。有的人很担心，这会不会对遗传造成影响？实际上，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微塑料成分一定会对基因造成干扰，但是按照塑料材质使用的广泛程度以及人类的依赖程度，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必然还将暴露在微塑料的污染之下。毕竟微塑料正在不断入侵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物，不单单局限于男性。说真的，虽然限塑令已经颁布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要把塑料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，目前看来还是不太现实。但是身体里积累越来越多的塑料成分总不是什么好事，所以作为地球上的成员之一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积极的行为来减少塑料的负面影响。
最简单可行的莫过于随身携带一个可折叠的环保袋，无论是去菜市场或者超市，都可以用自己的环保袋来把战利品打包带走，尽量避免用一次性的塑料袋。再升级一点，随身携带一个水杯，买咖啡时用自己的杯子，除了减少一次性塑料杯的使用，说不定还可以获得咖啡店的隐藏优惠，这就很是双赢了。爱好运动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一种新兴活动 Plogging， 也就是边捡拾废弃物边慢跑。如果觉得一个人很难迈出第一步的话，也可以查找一下所在城市的跑团，大家一起组织 Plogging 活动，就更其乐融融而众志成城了。当然，对于家里那些老化的塑料制品，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们按照正确的垃圾处理方式打包送走，这样既可以减少析出的微塑料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又可以避免废旧塑料污染环境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